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这么一个人设啊，所以我开头不是说要鼓励大家言毕，我是觉得那句话很重要，就是大学是来读书的。我是一个读书人，这个能看出来吗？我相信讲到现在，应该能够发现我的这个台风是非常的虚弱，是吧？沾点那种文弱书生的感觉。他们有人说我就是那种把我扔《聊斋》里肯定得撞见东西的。我也尽量让大家快速的认识我啊。我接触脱口秀挺早的，我从大一开始，18岁那会儿，大一我就在校外沾染了脱口秀的恶习。那会儿讲脱口秀经常翘课啊。当时有一个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师哥，他教给过我一句话，他跟我说：“大学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来上课的。”这个话非常厉害。说这话那年我是大3，他是大5。他们都管他这个叫延毕啊。有一天问他说：“师哥，你为啥延毕？”他跟我说：“延毕能省房租，而且大学生吃那个海某捞比较便宜。”太厉害了！我这师哥最后是续了2年。读完大5，他又攻读了一个大6，然后才，你为什么这儿有一个毕业生在？你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我在那儿注意你很久了，欢迎你啊！非常棒，你是今年毕业还是说想穿这个过过瘾？没有，我就是今年6月毕业。今年6月毕业，已经毕业了，还是说没有参加那个毕业典礼？你可以坐下了。毕业典礼就是马上就要举行了，还没。马上就要举行，先来这里彩排一下，是不是？今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其实你这是学位服吗？是的，是硕士还是本科？蓝色的是硕士。蓝色是硕士。比我高啊！有没有读博的打算？没有。最好有啊！你看今天这个冥冥中都是一种暗示啊！我们今天这个阵容的组装，我们这儿有辛博，有于博，我们有庞博、黄博，还专门请来了一位李伯伯。我们今天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啊！加油啊！我为什么要跟你互动？是因为你长得非常像我的师哥。然后也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挑战肉食动物，因为我可以在现场抓取一个搭档。后面的内容我争取能盖过这个现挂啊。内容也是精心准备的，但我这样很开心啊！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策略啊。它叫不徐徐制胜。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这么一个人设啊，所以我开头不是说要鼓励大家言毕，我是觉得那句话很重要，就是大学是来读书的。我是一个读书人，这个能看出来吗？我相信讲到现在，应该能够发现我的这个台风是非常的虚弱。是吧？沾点那种文弱书生的感觉。他们有人说我就是那种把我扔《聊斋》里肯定得撞见东西的。我说你说什么鬼？我是那种老派书生啊，老派的，我至今坚持阅读纸质书。不爱看那个电子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电子书应该没法取代纸质书，对吧？不会啊，就哪怕你平时不看书，书在家里算一种软装，对吧？你书架里放个 Kindle， 那个就是硬装。因为电子书是没法用来陈列和收藏的。电子书没法收藏啊！你如果有个朋友指着他那个电脑的文件夹告诉你，这些都是我的珍藏，你就会好奇这是正经东西吗？黄的不看。
全挂完了。我书架里至今珍藏着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套儿童恐怖文学，那个是我的启蒙读物啊，儿童恐怖文学。我那书非常禁忌，那个书封面就能把别的小孩吓一跳，然后封面上还写着一行小字儿，叫“胆大的翻开，胆小的走开”。我非常喜欢这个 slogan， 我当年就想把它给抄走，就写在我作业本上。我也胆大的翻开，胆小的走开。这样老师要是查出来我没写作业，我先敬他是条汉子。恐怖文学对我小时候的影响就是，它会让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勇敢，但让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少读，后来改读哲学。我挺爱哲学的，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哲学家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很厉害，书里介绍说他每天就站在雅典的广场上质问来来往往的人，他的目的是希望让全雅典的人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最终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我当年在这段旁边批注了一个字“该”。我说您太冒犯了。但我非常喜欢苏格拉底，因为我从小也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全职讲脱口秀。这个非常的困难，至今是非常的后悔。我为此还放弃了本校的保研，不是，是延毕。我觉得这样讲会有效果啊，我也可以直接讲延毕的。强化一个误导，我怎么可能保研呢？是热爱脱口秀的，但是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迷茫。最迷茫的那段时间，有一天梦见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笑着对我说：“该。”反正就是老派书生，热爱纸质书，还喜欢纸质书的一个点是喜欢闻书的那个香味儿。因为书香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的，而且书它越老越香，大家有共鸣吗？那种老书很香，而且随着那种岁月的沉淀，你会发现那个书的纸张也会变得焦黄而油润。所以书就是植物版本的腊肉，书就是一种对树的烹饪。为什么有的人买了书以后从来不看？因为他在等最佳赏为期。为什么有的人翻书的时候会舔手？这都见过。为什么？这个跟吃披萨一样，指尖有芝士的香味。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书是腊肉的比喻啊！谢谢你们，我还准备了一个比喻。关于读书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读书就特别像神仙享用贡品，营养吸收了，但东西还在。所以阅读何尝不是人类的神仙体验？希望我也能有勇气把这个脱口秀就停在这里啊，但很难。我平时讲这两个比喻我非常喜欢，但他经常冷场。我甚至为此专门咨询了一个非常资深的脱口秀老前辈啊，我就把我这俩比喻发给他，问他说：“您觉得怎么样？”哎，老前辈跟我说：“我感觉就像蝴蝶的翅膀。”我说：“哦，说我浪漫。”他说：“不是，是两个都要删。”我说我不删，我不光不删，我把你也写了进去。观众要是喜欢，算我们俩的功劳，算我们仨的功劳。观众要是不喜欢，你就对我说一个字儿：
该，谢谢大家。最近节目确实播了，我发现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包容了，还有喊帅的，哎呦，谢谢，咱讲段子好吧？哎呦，真的，我发现你们真的是对我太包容了。还有些人网上评论说，哎呦，学哲学的就是不一样。但我哲学其实真的没有学得很好。你看我讲那些哲学知识，你们都听得懂。你们听不懂那些，当时我也没听懂。因为我有些老师教学方式确实是非常老。你像我们有一门课叫美学，就是从哲学的角度给你讲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如何去审美。上了课之后发现我们老师审美特别差，他上课基本就是给我们放那种祖传 PPT。我看了一眼，上次修订日期是2003年，用 Office 2000做的。我老师的 U 盘都是256M， 插上去电脑中毒了，弹出来一个熊猫烧香。PPT 打开之后还有2行标语，写着上课勿摘口罩，时刻严防非典。下一页课程的标题是5个大字，用的是宋体，加粗、描边儿、立体带阴影、彩虹渐变色。5个大字，什么是艺术？这是艺术吗？这不是艺术字吗？讲那个知识点的时候更难受，背景全那种黄色、蓝色的纯色底儿，所有的文字都是5颜6色的黑体加粗。讲到重点，飞进了一个彩色的框 ，biu。整个那个画面的设计啊，就是照抄了椰树直播间，就是个椰树牌 PPT 啊。我都怕我老师拿这个保温杯站在旁边。同学们，这 PPT 我从小用到大。除了学啥以外吧，大家也会问我说，那你们学完哲学到底能干啥？我也不知道。我有个师兄是哲学博士，不知道你们看那个新闻没有？我有个师兄是哲学博士，晚上兼职在校门口摆摊儿。上这么多年学，考研、考博，现在考肠，挂了个牌子说哲学交流，买1根烤肠可以问一个问题。这谁路过不想问一个问题啊？你这多少钱1根啊？受到我们师兄的启发，我们学校门口现在已经有了哲学酸奶、哲学钵钵鸡，感觉哲学和啥都能搭配。比如哲学白酒，老村长，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你买1瓶，问几个问题都可以，答案反正都在酒里了。然后最近还有经常有朋友问我说：“于翔宇，那你为啥明知道不好找工作，还要坚持学哲学？现在大学不是可以转专业吗？”是可以转，我就是从计算机转到哲学的。我一点都不后悔啊！我其实就是当时太年轻，想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我就觉得可以先思考人生，大不了再回去干程序员。但现在程序员也不好干了，我那帮做程序员的同学也开始怀疑人生了。他们就跟我说，现在这个行业不好，可能自己干的这个领域、这条赛道随时就没了。我很能共情啊！我一开始干过补习老师，赛道没了。来干脱口秀差点也没了，感觉我就是行业明，我还不能叫自己行业明灯，行业明灯这条赛道也没了。然后他们比我工作早，就说前几年还算稳定，这工作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现在就是坑位在减少，那萝卜不知道能去哪儿，可能连网约车都开不了了。现在有无人驾驶出租车了，那玩意儿叫萝卜快跑。感觉这车撞你之前还要嘲讽2句，说萝卜，快跑吧，时代的车轮来撵你啦！因为我现在就是试图想开一点，好像你咋选都行，你先活着就行，你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啥，可能到最后你
个人根本没得选，就只有时代选你的份儿。你比如说订书机，现在主要用来订外卖。它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整合和传承人类的知识，现在就天天打包知识炸鸡。但要是乐观的看的话，可能以前在学校没人在乎订书机，大家喜欢那种很炫酷的卷笔刀、奇形怪状的橡皮，现在都快淘汰，只有订书机活下来了。订书机可能很高兴，哥们儿现在 offer 太多了。那卷笔刀你再能卷，没人用啦。现在没笔可卷，只能卷没笔。还有那回形针，那回形针半年就接了一个拆 SIM 卡的活儿。只有我订书机成功转型，我现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盯精神食粮，也盯得了食粮。我有今天也不是靠自己，是时代在召唤。谢谢你们，我叫于谦。哎呀，建国老师，咱俩见一面挺不容易。我见你一面挺容易的呀，随便充个会员不就看着你了吗？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不充会员，那广告里更有我。老雪，你变了啊！以前多实诚一个人啊，现在你好那个，我好啥呀？你好星期六。有点正事儿。咱俩今天舔俩老脸站那块儿还整个组合，你不说要讲漫才吗？这倒是真的啊！我甚至呢把我们组合的名字都想好了。啥？我们的组合就叫“昨天晚上我梦到我太爷和我太奶了”。我太爷和我太奶呢两个人一起过来找我聊天，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开心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到最后两个人联手打了我一顿。你这是个名儿？破折号，死去的 CP 又来攻击我。行，那死去的 CP 咋没把你带走呢？你有点正形吧？我跟你说啊，漫才我一点不懂。漫才很好理解的，通常就是两个人给大家站在这里演绎一个比较虚构的故事，比如说就是我演一个过气的喜剧演员，生活里头就没招没招的站在舞台上就苦苦挣扎。虚构的部分在哪里？咋说话呢？那没准我明年我突然就大红大紫了呢。啊，虚构的部分在这里。老姐，你过分了啊！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是那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未来的事情我知道。我收到了一封信，是50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我的信。你看人不红啊，是容易疯。我把这封信带来了现场。你还真有。国仔你好，见字如西兰花。我是见字如面。我现在正在断碳水，所以就不能提面这个字了。还谈？国仔，我是50年后的你呀，你一定怀疑我的真实性吧？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我说个事情，我们最爱喝的酒是25斤装的，25斤也太沉了吧？是的。酒是沉的香啊。是我。国仔，首先聊聊我们自己吧。这个时期的你，一定总因为写不出东西来，天天急得直跺脚。相信我，未来就不会有这个担忧了。呀，行啊，未来你灵感大爆发了。未来的我只剩一条腿了，没法跺脚。未来这么惨吗？倒也不用为我难过，我现在一双袜子能穿2天。心态倒挺好。国仔，未来50年后的今天，人类实现了永生。为了永生，鸡蛋7个，矿泉水8个，无糖可乐3个。永生的配方好朴素啊！王姐结婚2000，取件码5637，一会儿别忘了倒垃圾。不是你拿人家信当便签了？你说点重要的。王姐结婚随多了。永生，咱是永生。为了永生，记得保持身体健康，减肥吧，国仔。争取活到50年后。因为永生的手术是按照体重收费的，你知道我的一条腿是怎么没的了吧？
哎呀，这就为省点钱。那咋了？想省钱你还不容易啊？想省钱用淘宝闪购啊！而且悦享会员还能享受1对1急送。你商务多，你也不能说加就乱加呀。人家信里头说的是大腿的事儿。我说的也是大腿的事儿，淘宝闪购才是真大腿。专业。找不着了，跟丢了。嗯，你这商务加的，国仔，告诉你个好消息。未来讲谐音梗终于不扣钱了，哎，行，终于让你盼到那天了，而是会被判5到10年。真给你盼了。现在的我还剩下2620年。不是咋的？你干谐音梗园区了？由于时间管理局的规定，我不能告诉你未来双色球的中奖号码。这时候严格的，因为说了的话，我会被判15天拘留。那你就说呗，2000多年你都蹲了，你差这15天？15天可是半个月呀！我的半月板一直不好。就是今天的我造成的。说说身边的人吧，赶紧吧。你应该多了解了解雪琴。哦，还有我的事儿啊。毕竟人家可是写过《红楼梦》的人。那是曹雪芹，我姓李。他唱的《红日》也很棒呀。那是李克勤。他的《碟中谍》也很好看。那是汤姆克鲁斯，跟雪芹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里有没有我？有，看着了。你记得告诉李雪琴，过2年他会有一个大节。什么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哎呀，2000年还是判少了，咱们也给你枪毙了。啊，跟雪琴还是要多多沟通的，毕竟3年后你俩会生一个大大的气。我现在就能生一个大大的气。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你说话大喘气。生气的原因是因为脚好痒。我生的脚气呀？不是，我说我现在脚就好痒。你现在是不是就一双袜子穿2天呢？哎，有原因啊，原因是我们最后一次见西兰花的时候。啊，就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呗。啊，咋的了？我想请雪琴吃一家很好吃的红烧牛肉西兰花，但是她说她在减脂，不能吃西兰花，只能吃西兰花。我说给我个西兰花字，她没给。我说你不看生西兰花，你看佛西兰花。别讲，还有一番儿。我记得当年念到这里时，雪琴会把我们手里的纸抢过来扔了。帮我告诉他，他扔的纸不是一般的纸，是兰花指。对了，还有一个，我看看写的啥来，你别念了。啊，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盘锦现在成了宇宙中心了。而铁岭真的成为了宇宙的尽头。我的妈呀，那宇宙连辽宁都没出。除了东北，其他地区融合成了一个超级大都市，统称三亚。我为这个城市想了个宣传标语：1+2等于几？三亚。没算错呀。当年我们总想着从东北走出去，现在机会都在东北，但很可惜，我却再也回不去了。好悲伤。因为啥呀？因为我还在坐牢呀！你该呀，还有逻辑，有些很有逻辑。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总怀念2026，人们总说26年的车马很慢，发个邮件也要1秒才能收到。人们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 AI 取代，其实 AI 不会取代人类，人该累还是会累。放心吧，朋友们，也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要我再帮你生成一些 AI 没有取代人类的话术，这不还取代了吗？开个小玩笑啊，开个小玩笑，就写到这里。未来再见吧，永生者们。完事儿了。这封信呢，你好好留着吧，寄过来一次不容易。
其实我这里还有一封51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自己。话那么多，你自己搁这念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谢谢。我去年在这个舞台上吐槽了我的高中，当时票数还挺高的，主要是咱们这个节目一录就录10几个小时，到后面演员们都累趴下了，就我精神啊，10几个小时在衡中还没上到晚自习呢啊。我现在上大学，10几个小时是我1个月的学习时间。我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爱刷点短视频，有事的时候就爱刷点短视频。我有时候也不是想刷，我就是控制不住。我只需要打开手机，查个单词，发个微信，随便干点什么，过几分钟，我就会发现，我在刷短视频。我前2天坐地铁，想睡会儿觉，怕坐过站，拿出手机想定个闹钟。等我退出某音，快到终点站了。我有时候感觉就是短视频刷多了，会自己的生活状态特别颓废，就得干点正事儿缓缓。比如说去学校上课，咱们寓乐于教。直到我前2天去上了个专业课，上完彻底崩溃了，因为那节课的授课内容就是刷短视频。老师把短视频下载下来，拷到电脑上，拿教室大屏给我们放，我太梦幻了那个场景。我从来没在这么浓厚的学术氛围下见过奶龙跳舞。哎呦，那天老师带我们刷了1节课短视频，全是某音猜他喜欢的。一开始还给我们讲2句，到后面也不讲解了，纯刷。啊，说同学们看这个视频，有意思吧？我说老师，你是来上课还是来过瘾了啊？咱们师者不是传道授业解惑吗？你怎么改点赞收藏转发了呀？那课上的我气乐了。我那天起床的时候纠结了半个小时，是老老实实去上课，还是把课翘了躺床上刷短视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去上课，然后刷1节课短视频。我说老师，要是这样的话，咱俩何必来教室呢？啊，咱搁某音上加个好友呗，还能续火花。跟大宅跟嘻哈似的。续上火花你就当我签到了。我觉得上课刷短视频太有违和感了，平常挺有意思的视频放到教室大屏上咋看咋无聊。我觉得刷短视频是需要意境的，偷感越重，刷得越爽。啊，你比如现在2楼那帮观众，我也看不清你，你也看不清我。你要是偷摸把手机带进来，这会儿刷2条短视频，你得老爽了。但如果我现在拿大屏给大家一块放短视频，它就没意思了。所以当时老师在上面放，我在下面偷着刷。但我的某音能听见老师的公放，他就开始猜我喜欢。刷了几条，我手机上和大屏上短视频同步了。我同桌上课睡觉睡一半醒了，看了看我手机，看了看大屏，说兄弟太帅了啊！上课玩手机你还敢投屏？前2天我2姑带她家孩子来我家串门，还拿我教育孩子呢。啊，说你一定要多花点时间学习，少刷那个短视频。你要是能像你谢哥哥一样考上北大，以后你上课刷都没人管你。我说2姑，你是不是上过北大？你不是我2姑，你是我学姐，你是李雪琴。我感觉如果我们专业真要学短视频的话，你最起码别让大学教授来教吧啊！你说这些大学教授是什么人？知识渊博，博古通今，就这种人怎么刷短视频？你能想象吗？这帮教授白天在学术会议上传播真理，晚上回家对着手机哭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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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啊！你说教授教我们1学期短视频怎么创作，怎么引流，他自己的账号200多个粉丝，里面还有50个是我们班同学，剩下学长学姐忘取关了，可能还有1个是我2姑。短视频里有的东西也没人敢教啊，擦边儿。那谁敢教？老师上课让我们课堂讨论说，如果要做一个招生宣传视频，怎么拍最有流量？
怎么拍最有流量？哎，你找一个肌肉帅哥，上衣一脱，氛围灯一打，嘴里叼一个学生证。啊，你看多有流量。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就是上课学短视频，这玩意儿我们学着难受，教授教着他也难受。人家埋头研究一辈子广播电视，好不容易当上教授，以为是那种热门专业导师，结果成非遗传承人了。我感觉像他们之前为了发顶刊研究社会变化，现在为了上热门研究推流算法。那鲁迅脱下了长衫，还得给自己标一个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关键我感觉我能从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未来。我现在学短视频，等我毕业可能又过时了。但我现在要是不学短视频，我就毕不了业了。啊，所以等这段播出，希望你们多给我点点赞。我得交作业。好，讲这，谢谢大家，我是二。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喵喵，也是一个北大的学生，但是跟雪琴姐跟谢谢不一样，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的。这个身份就很割裂了。在北大踢足球这句话念起来有一种从夯到拉的感觉。大家很热情，很捧场，但是在同龄人眼里，小体育生的风评极差。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帖子，他问体育生和边牧谁聪明。投票的结果是我们赢了。因为边牧不会点举报。但考上北大不一样，大家会误以为你学习很好。之前有那种教培机构找我说，让我给他们孩子做一堂高考经验分享。我说我吗？我咋分享啊？我往那一站，我说咱们各个学科就抓大放小啊，什么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咱们就先放一放。不能误人子弟，赶紧去跟老师交涉。我说别搞，人家高考。他说2万，我说好。分享前给我发了张单子，是他们班同学的基本情况。我一看是他们当地最优秀的一批孩子，模拟考680，3模比我1模2模加起来都高。聊到文理分科，一个弟弟小手一举：“哥哥，你是哪科的状元？”哥哥是武状元。最后2万块钱没拿到，因为给他们分享知识点的时候，我说你们就多背背那些知识点啊，那些什么 cos 45度什么的。努力努力，不要做一个直垮子弟。就朋友们那件事之后，我会刻意的装一个高考状元，来弥补自己20年所缺失的学历崇拜。但朋友们，就我这张脸吧，它长得有点太体育了。就我云南老家高强度的紫外线，加上长期风吹日晒的训练，导致哥们儿看起来像一头沸羊羊。这外貌真是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了，只能通过穿搭改变自己。想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学院派，想把自己打扮成那种 hot nerd。朋友们，因为我从小就在体训队生活，我没有见过这些700多分的人。在我的刻板印象里，这些高考状元上课他就应该穿得跟领诺贝尔奖一样。哥们儿的第一堂文化课是穿着西装去上的，就是那种高定礼服、金丝眼镜。走到班里，老师都迷糊，他说：“同学，我们一堂思想政治课，你为什么要穿的这么小资呢？”同桌在旁边起哄：“哥们儿要 cos 资本家。”我说：“不，念 cosine 资本家。”关键朋友们，就这堂课下课之后，我立马就要去踢球，所以我那套衣服里还穿着自己的球衣。但那种高级衬衫吧，它有点太透了，就你球衣的细节能够透过衬衫看得一清二楚。完全没反应过来这个事儿，是回答完问题，老师鼓励我，他说：“感谢68号同学的精彩分享。”我今年大4了，朋友们，我今年大4了。我对北京的这个城市印象非常的一般，因为它有的东西那个物价实在是有点太超乎我的想象了。之前谈恋爱跟对象出去买花挑了一捧，店员很不熟练的帮我包好了花，然后很熟练的拿出了收款码，跟我说：“先生你好，一共898。”不是，哎，各位，贵。
头一次买花用上了花呗，贷款买花，花活不到我还款还完，就你分期没到头，花期到头了，分期到头了，花到头期了。凭我的素质，我是可以逃单的。但我对象就在旁边看着我，当时那个画面对我这种有大男子主义的小男子汉有点太不友好了。那个店员拿着那个扫码枪像一把真枪一样就这么对着我，哎呦，我就只能哆哆嗦嗦的又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手机，然后呢点开了自己的公交码，然后对扫码枪贴了上去。哎，朋友们，我当时就是在想啊，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啊，就有那么一个人，他的付款码长得和我的公交码一模一样？没有。还想挣扎一下，还想挣扎一下。我在那跟那个店员我说：“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个理由，你这花到底凭什么这么贵啊？”他说：“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的花都是从美丽的彩云之南空运过来的。”我说：“哪里空运过来的？”哎，各位，全云南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花啊！有没有人管管？你一个东西从老家到北京的溢价那么严重，我以后买花带过去那都算走私了。以后我过海关的时候就是带着个斗笠，背着个背篓，反正你们刻板印象里云南人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过了那个海关，机器也不响，但是警犬突然开始狂吠，安检人员神色凝重，海洛因不康乃馨。围观群众一哄而上，一起把我摁在地上，打开背篓，大惊失色。哎呦，狡猾的云南人，竟然把鲜花藏在了饼里。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北京的高端餐饮都标榜自己的食材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什么云南黄牛、云南野菜、云南水果，站在北京的市中心我都迷糊。我说前2年不是走出大山了吗？哎，能理解吗，朋友们？就是我高考毕业的时候，面对云南满地的瓜果蔬菜，我说 OK， 你们很好，但我要去首都大城市追寻我的梦想。到了北京，勤工俭学，发愤图强，攒了一大笔钱，总算坐进了那个高级餐厅。来之前，哥们儿还在那演练的那个服务生走过来说 ：“May I help you, sir？” 我说：“啊 ，Could you give me a bottle of water？” 餐前水果一端上来，服务员说：“小伙子，这个水果是你云南老家呢。”讲完了，谢谢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特别开心来到这里，因为今年我其实一共参加了2档喜剧节目哈，然后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好吧，巨大的成就。然后取得了成就之后，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太好了，更多人认识我了，大家终于可以关注我以前的作品了。我没有想到大家关心的是我更以前的作品，我的粉丝把我10几年前在新东方教英语的视频翻出来传到各大网站，昼夜苦学。各位学到什么程度？我一点不骗你。有一天早晨6点，我点开一个视频，100多个人在看，什么概念？与此同时，《喜剧之王》单口季7个人在看。我说：“哎呀，这是谁给谁引流呢？”再这样下去，这节目我给冠名了。我先把名字给它改了，以后不叫《喜剧之王》单口季，叫《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然后有一个视频底下有一个人真的很严肃的在问，说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一个喜剧演员吗？为什么要跟他学英语？然后那博主也很严肃的回答：你不懂，这样学英语有一种地下的范儿。哎，我很感慨，各位，我以前听说过地下 rapper、地下 dancer， 我刚意识到我是一地下 teacher。我微博私信的画风也变了，现在我每天会收到30多条私信，全是问英语题。我很感慨哈，别人只问我飞得高不高，我的粉丝问我非谓语动词。当然以前的私信不是这个画风，以前的私信，因为我讲了10年的单口喜剧了，以前私信会有很多骂人的私信，这很正常，因为我们这行嘛，很容易让观众不开心。但是有一个私信我印象特别深，我现在还记得他怎么骂的，因为他骂的太独特了。
他骂的就是他所有的后半句都是否定前半句的。我在网上随便编了个段子，他跑过来说：“你以为你很幽默吗？你可真逗！你编这种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看你就是在搞笑吧，不然呢？”别的人都骂我，我感觉这大哥懂我。然后我线下演出也是，线下演出有的时候也会惹观众生气，跑到网上来骂你。我以前在线下讲过一个观察式喜剧，观察的非常精妙。我讲的是这样，我给各位复述一遍啊，各位来着了。我讲的，我说我买了一包4斤的花生，就一大包花生，透明的袋子里每一颗都是饱满的花生。正面还用红色宋体初号字写着“花生”，底下竟然还标着花生的英文“花生”。这么大一包花生，它的背面标着一行字：“过敏源提示，注意，本品中含有花生。”我调侃了一下，我说：“你多余不多余？你给谁看的呢？”然后被骂了，有一个人私信骂我，他一上来他说：“爱。”我脑补的语气啊，脑补的语气。他实际上是哎，然后他说哎，这也是能调侃的吗？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个花生过敏的人，因为听了你这个段子，放松了警惕，吃到了花生出事了，你担得起责任吗？脱口秀可以冒犯，但请尊重。私信的结尾是他吐的一滩血。我当时看了很震撼。你知道是谁在不尊重花生过敏的人吗？就是这个人。因为在我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至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而在他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一个吃了花生有可能出事儿的人，会蠢到买4斤的花生，正面还写着花生，里面怎么看怎么是花生。拿着一颗问老外 What's this？ 老外说 This is 花生。花生过敏的人会说，这里该不会有花生吧？一打开，真有花生。各位，如果我花生过敏，这辈子我连花生的谐音我都不碰，福尔摩斯我都不看。我随便翻开一本书，上面写着：福尔摩斯走进房间，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向他走来，伸出手说：“福尔摩斯你好，我是你的助手。”去你的！想得死我！当然，有的人也会说，可是这只是厂商为了避免担责任。各位不会的。如果真的只是印一句话就能避免全部责任，那最应该印这种注意事项的，就是我们单口喜剧现场演出的门票，这样我们会让很多观众少生很多的气。我们要背面写着注意过敏源提示。这种以开玩笑为主要形式的表演中，我们会开玩笑。观众一看，哦，不能开玩笑的啊，不能开玩笑的，开玩笑不要开到啊。然后这还不是骂的最狠的，我见过一种特别讽刺的说法，叫可是批评会让你们进步呀，挨骂就挨骂。各位是这样的，也许批评会让你进步，但是现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批评了，80%全是谩骂，还有20%是快骂。你点开私信，脏话以很快的形式飘过来，你真的，你想象一下，以前那些个大师如果活到现在，各位没有一个还能再成才的，全都要被骂死。你能想象梵高活到现在吗？梵高27岁开始画画，37岁自杀，活在有互联网的年代，27岁画画，年底自杀，年终奖都不要了。梵高画个向日葵，我都能想象他微博评论区的样子。梵高放了个向日葵，说画的还不错吧？底下说哈，纯路人不懂就问，到底是什么人在喜欢梵高啊？这也叫向日葵吗？吃点好的吧。家人们，避雷这个一只耳。梵高当场就没了，梵高向日葵都没画完，就画了个瓜子儿。画瓜子儿底下有人说啊，画瓜子儿不标过敏源呐。本来就想不开的，活到现在更完蛋。各位，你能想到屈原活在现在吗？各位，屈原如果活在有微博的年代，端午节，
就是屈原第一次点开微博评论区那天。哪天点开，哪天端午节。屈原发了条微博，好气哟，又被楚怀王排挤了。底下一个人，谁问你了？抛开事实不谈，你自己没有责任吗？他怎么不排挤别人，就排挤你呀？屈原当场就跳江了。老百姓为了避免鱼吃掉屈原的尸体，都把那些骂他的人捆成粽子，然后扔进江里，一边扔一边说端午节快乐。那些人一边被鱼吃，一边说，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应该说端午安康吗？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是谩骂毫无意义。各位，如果真的要谩骂，我建议以后至少用英语谩骂，这样至少还能背背单词。有人说，可是我用英语谩骂，我词汇量不够啊。巧了，谁是地下 teacher 啊？请关注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小佳。我不会嘴瓢，因为我的嘴一直在瓢。准备好听第一笑话吗？我前阵子去了趟医院，然后看到一对儿女带着老人来看病，因为要不要带老人去养老院的问题，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坐在椅子上，那个老人就特别可怜，说：“哎呀，死了算了。”儿子说：“你现在讲这种丧气话有什么用？”老人说：“不是，我说你们死了算了。”其实，在农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所以不得不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但是呢，在农村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议论。我外婆决定去养老院的时候呢，隔壁那个长辈说：“你儿子女儿不要你了哦。”哎，同样的，我爸妈去打工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哦。”你就感觉在他眼里啊，这家老人小孩都没人要，他可以在村口说这家老人小孩没人要，有人要吗？便宜处，老人一诚心，小孩有破损。住养老院是我外婆决定的，她其实很先锋，她以前在厂里上班。然后每天到点了就会下班回家，然后领导开大会的时候，他会偷溜回去。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他最讨厌一群人听台上一个人放。我说阿嬷很尴尬，我现在就是放的那个。他不太清楚我的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甚至会跟我开玩笑说。那个以后啊，我争取死在周末，这样你工作日可以休丧假。我的外婆想把我的周一到周五都变成 Sunday。后来呢，我去养老院看她的时候，真的觉得那里很舒服，非常舒服。三餐端到你面前，然后楼下有个大花园、大泳池。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泳池是干什么的，总感觉是给老人的陷阱。但我真的觉得很舒服，我都想住。我说我能不能住养老院？那个工作人员说：“你应该去医院。”跟着我外婆同一间房子的同一个寝室的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奶奶啊，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症，但我有时候很羡慕她。因为他做什么事都很快乐，看电视剧笑，看新闻笑，就看脱口秀不笑。连阿尔兹海默症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喜剧很无聊。朋友们，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去养老院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养老院不够好玩。如果我们这代人住养老院，肯定会规划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对吧？到时候养老院呢，不在什么深山老林，就在市中心，旁边就能买到蜜雪梦城，然后无聊也不用出门，刷刷老红书，玩老者荣耀，
一边想拉布布，一边拉裤裤。哎，到时候女生宿舍对面呢，就建一个健身房，然后老太太每天午休醒来呢，就可以看对面帅哥健身，对吧？向往吧，对吧？你也不用害怕看腻，因为你老年痴呆，每天看都有新感觉。姐妹们，就是要这么不体面的老去。再不疯狂，我们就死了。老头也别生了，老头也去健身房捡矿泉水瓶。我觉得未来的养老院，如果这样做，一定是年轻人的天堂。对，是年轻人的天堂，而老年人的天堂就在天堂。我还蛮喜欢这个梗啊。而且到时候我们也不担心孩子要不要我们，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孩子，对吧？而且我有个很神奇的发现，就是那天呢，养老院都是一群那种行动迟缓的老人。我那天一下车呢，迎面走来10几个人，都像小佳。他们一直在开口，就是小佳。早晚大家都会变成小佳的，祝福你们。有一个老人走着走着，假肢掉了，吓我一跳。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感觉以后啊，我在养老院肯定如鱼得水。因为我有60、70年迟缓的经验，当所有人变成小佳，小佳就是那个 leader。到时候那个走路太好的人呢，是要被孤立的。所有人把他围到墙角，说你怎么想去哪边就去哪边，你有没有点大局观啊？我等这一刻很久了。我到时候呢，在大厅里继续给大家讲笑话，看看今天把多少人笑死了。哎，我相信那时候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有人说这是我能听的吗？所有人都会鼓励你勇敢的大声说，因为大点声才听得到。谢谢大家。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非常开心看大家。哎呀，今年确实不一样了，红了现在。以前节目都是我 Q 嘉宾，今年都2个嘉宾 Q 我了，流量竟是我自己。这进半决赛很不容易，想跟大家讲点心里话，聊点我自己想讲的话题。我爱吃饭，绝对不开玩笑。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美食家。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哆啦 A 梦，他是最热爱美食、最纯粹的，因为他不用吃饭，但他天天吃饭。我关心的就只有吃饭而已，所以说实话，现在生活没有什么动力，我的能力已经完全覆盖我的欲望了。我现在每个月轻轻松松月入20万，大卡，毫无压力。我对生活要求真的很低，真的每天只要能吃2碗猪脚饭，我就很开心了。2碗都不让吃，好歹是个明星啊。所以现在有时候真的就是压力太大了，我就真的很想逃离北上广，我想去龙江，猪脚饭的故乡，定居下来。从那天起，只关心猪脚和酸菜，面朝大碗，春暖花开。
我真的太喜欢龙江了，我太喜欢龙江了。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黑龙江的人。不是说于翔宇哈，这个梗确实非常幽默。节目结束之后，说实话，我以为以我这个表现和我这个条件，我关于美食的节目我应该接到手软。每天一出门，陈小青就抱着我的大腿，跟我说：“小刘别走啊，舌尖上的中国没你不行啊。”我说：“不行啊，小青，霆锋那边还等着我去风味人间呢。”这时候黄磊走了过来，都别跟我抢，没有刘仁成，我将不再向往生活。一个都没有发生，一个节目广告都没有接到，甚至前2天有一个快餐品牌，他点名要一个脱口秀演员，我觉得该轮到我了，我相当权威。你们知道我这辈子吃了多少汉堡吗？谁能跟我比？也就毛豆可以一战。结果最后我俩双双落选。品牌方他选择了一位帅哥，他选了张俊。我认为甚至不是帅哥，那是。张俊，他懂汉堡吗？他知道巨无霸跟不速之霸的区别吗？他知道吮指原味鸡有几种吗？他知道什么是布里欧修面包坯吗？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巨无霸是3个面包片加2个肉饼有蔬菜，不速之霸是2个面包片、2个肉饼、2个香肠没有蔬菜。吮指原味鸡有5种，最好吃的是鸡三角。布里欧修面包坯的特点是黄油含量超50%，口感绵密细腻，味道香甜醇厚。这些事儿张俊他知道吗？你们也别怪我情绪激动，他触碰到我的逆鳞了。而且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一天张俊，他打开他的蛋白粉，发现是我代言的，你看他都不崩溃。哎，可是最后品牌方还是给了我解释，他说没有选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快餐品牌，他们不能找胖子，可能是我学历低吧。我听不懂，这有什么关系吗？但我还是不敢提他们的品牌，因为确实太大了，我也怕收律师函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们，现在每次路过他们的门口，我都感觉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小丑。我真的很难过。我们胖子门窗，一家都是卖门的。这个节目真的值得我付出这么多吗？以后进不了卖门的门了，挺难过。好像很久没有在那种美食广告中看到一个小胖子了。现在什么广告都是那些帅哥美女，他们看起来就不爱吃饭。在2025年，3年6班的李子明同学喝不到他妈妈给的牛奶了，他妈让他减肥，喝点无糖可乐。其实细心的朋友能发现，这里特别值得去插入一个商务，但他也没有选我。但没事儿，我相信只要我长得好，观众朋友们会选我。感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这种吃饭的爱就没那么纯粹了。我感觉好像是从热量可以被精准的计算开始，
他都太在乎、太谨慎，有点魔怔了。你们有没有跟这种人吃过饭？就是他跟他吃饭，他就要计算每一口的热量，每一个口。吃个饭那里30大卡、50大卡、40大卡，吃个饭我以为上国道了，全是大卡。我家人就跟朋友吃饭，他更过分，他还没有吃就在那算热量，因为他做数学题让他算来算去，算得我都崩溃。我说哥哥你别算了，这是烧烤，这不是高考，别算了，这道题就跟我做，姐，再来10串。我在这里说啊，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他说，哎，蒜是碳水，蒜也有热量，让我算蒜的热量。吃一晚上就吃2根花菜。我说你爱咋算咋算吧，一会儿 AA。网上有人说，他说人生就是每天整个2000卡的热量去维持身体机能。其实我不同意。我觉得数字是冷冰冰的，哪怕是在形容热量，在我心里吃饭是个很浪漫的事儿。有一次我心情很差，我突然特别想吃那个顺德鱼生，我立马坐飞机去了广州，坐高铁到顺德，出了高铁站打车去店里面。没一会儿鱼生上来了，但不能吃，得拌上新鲜的葱丝、姜丝、芋头丝，撒上花生跟芝麻，挤上几滴柠檬汁，再浇上一圈花生油。一口下去，鱼肉的鲜甜，蔬菜的清爽，花生跟芝麻的香，柠檬汁的酸混合着油脂的香气在口腔中迸发出来。那一刻，感觉自己所有的不快跟疲惫都被扫掉了。也是那一刻，我明白，我在我以后的人生里面，我不应该注意那些琐碎的痛苦，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想到这里，我对着面前说了一句：“余生，请多指教。”大家好，我是张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傅首尔啊，一个脱口秀新人。杨笠鼓励我，他说：“你来吧，别害怕。根据我的亲身经验，这个台上没人干得过离婚女人。”哇！我一听我上头了，我想说我的优势这么的浅显而又明显吗？来了以后整个清醒，杨笠能有什么经验？根本没亲自离过，这几年甚至都没亲自谈过吧。杨笠不劝我，我也会来啊，因为以前我出门啊总是被认错。买咖啡，服务员说你那个脱口秀女演员，我说我没讲过脱口秀啊。他说不可能，就是你天天骂男人。我好爱听，哇！我一听好紧张，我说啊没有，我和男人一条心，我只是和伴侣同床异梦。他说哦对，你离婚了，然后问我陈露老师还好吧？最近呢开始收到一些正面评价，说半老徐娘突然有了风韵。果然啊，离婚是最好的医美。我不好意思说，其实和离婚没什么关系，就是医美了。我经纪人逼我去的，他说姐呀，人设和脸咱只能垮一样，你都垮。从我决定离婚，他就一直劝我，说就不能为了工作忍一忍吗？我理直气壮，我说姐的生活不能只有工作啊。现在轮到他理直气壮，前2天他问我怎么样姐，现在连工作都快没了吧？活该。哎，我说你这话不对，你只能说我该，因为离完婚是真没活了。偶尔有一个采访，我一看提纲就一个问题：傅首尔跟陈世美到底有什么区别？哎，我发现这个问题里面一加到底啊，就显得区别不那么大了，给我问住了呢。然后经过我深刻反思，我们俩还是有点区别的啊。我是离婚，陈世美是重婚。你说到底什么区别？法律上民事和刑事的区别。去年我那个离婚节目热播都看了吗？我亲戚也看了，我大姨半夜给我打电话说离没离啊到底？我说别问了，签了保密协议，6亲不认啊。我大姨说懂，炒作不会离的对吧？节目播完我真离了，我大姨又来了，说懂，搞流量，明年复婚对吧？我叹了一口
口气，我大姨说好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大姨愿意做你 play 的一环。我只能说家人就是家人，他们的支持没有底线啊。网传老刘含辛茹苦供我读完了研究生，都听过吧？我在这里澄清一下，其实我只是个本科。我当时好想辟谣，但又很想假装自己真的是个研究生。我朋友说辟什么谣？一个造谣实现2个梦想，高学历花男人钱，多好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挺满意的，单身生活非常快乐。最大的烦恼呢，就是见老刘会被偷拍，整得我俩现在鬼鬼祟祟，见个面跟偷情似的。出道8年，我为前夫戴上了墨镜和口罩，我都觉得有点刺激了，是吧？没离时心如止水，离了倒想入非非了啊！希望大家不要再制造这样的氛围，因为众所周知，人家已经有人了，张硕。男人重组家庭就是快。我前夫觅得真爱之后啊，网友分外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啊，都关心我什么时候官宣。有一天我发了一张跟我儿子的合影，有位网友说：“哎呀，总算想明白了，就该找个这么年轻的。”还有一些更离谱的绯闻，哎，纪凌尘大家认识吗？有个演员，前段时间跟他一起录了一个节目，我回看，看着看着，弹幕飘过一行字：“瘦下来的傅首尔和纪凌尘好暧昧啊。”因为我跟他很熟，我就跟他交流，我说：“你看，社会对女性要求多严格，跟你暧昧也需要先瘦下来。”哇，纪凌尘吓得倒退了5步，他说：“姐，姐，姐姐，别往心里去，咱俩怎么可能呢？”哇，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被男人拒绝，但是根本没有表白啊。主要这种事儿吧，就很难回，你不能说“好的，知道了”，显得有点遗憾。你也不能骂他一顿，说做梦吧，我会跟你好啊，显得恼羞成怒。你更不能沉默，因为你如果什么都不说，他一定觉得你伤心了。我只好跟他说：“智者不入爱河，看好卡里余额啊。”这句话跟老刘共勉。你怎么知道张硕是图你什么呢？哎，这个今天我前夫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啊！我前夫的现任也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因为说了你很多段子，狠狠消费了你一把，但是我都是经过了张硕的同意的啊。哎，最后谢谢来现场给我加油，很庆幸我们还是好兄弟好朋友。我觉得吧，真心希望彼此过得好，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感情啊。那今天呢，我也正式成为了脱口秀女演员，祝福我自己，谢谢大家，我是付考。